想法不对，两个想法都不对，就是国家很重要，这个想法不对。然后说我们的这个举债都是为了要付公务员的薪金，这个想法也不对。好，所以我就两边都得罪。OK 嗨，你好，我是能杰。这个时候你在收看以及收听的是由财经所制作的财经拷问。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来拷问的对象是黄景荣博士啊。那么在我们另外一个节目呢，也就是自由时事里面呢，我们专访了这个理财专家周志强周大哥，然后跟我们谈了关于这一次的2024年的这个财案，其实对于中小型企业会有怎么样子的一个影响啊。那么今天呢，请到黄博士来，其实要探讨的就是财案对于接下来一整年大马的这个经济是会带来正面，或者是有没有可能是一些负面的影响呢？我们请黄博士来到现场。博士你好。能杰你好，所以你找我来问责了是吧？拷问环节。其实因为博士你在这个每次的财案之后呢，你都会写一些蛮精彩的这个文章啊，所以一定要来好好的拷问你一下，你这个文章背后究竟你的想法是什么啊？博士，你用这个分配向左，经济向右，预算向中啊，来定调这一份财案，我非常喜欢这么文绉绉的东西。这个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好，我可能先说一说为什么我觉得我们在中文媒体上常看到的一些对于财案的这个描述概括，比如说史上最大，然后这个是少糖中规中矩，然后这是亲民的这样子的这种描述，它其实不是不对，它不是不正确，我只是觉得它没有意思，它没有意义。为什么呢？因为我不是说你说这是最大预算案 ，so what？对吧？它预算案一定是每一年都是史上最大的，理由也很简单，因为财案的这个准备本来就是为了要服务社会跟经济嘛。财案它其实有好几个目的的，当然第一个目的就是它要为这个资源再分配做一份这个努力。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其实整个财案的整个动作就是我从人民的手上抽了税，然后再通过别的倡议、别的管道把钱就是挪去别人不同身上，所以这个就是资源再分配。这个其实往往就是财案有争议的地方，对吧？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就是反正你这么子挪用，它总有一个目的嘛。那个目的就是因为你要达到你的5年期计划，比如说我们所谓的昌明经济的框架，你的这个新工业大蓝图的或能源再转型的这些大蓝图底下，你每一年都要拨款，然后来往这个方向就朝着这个方向把经济给扭过去。所以这个就是说你的财案也必须在经济上它有这个动作，然后到最后就不谈分配，不谈经济增长，就谈预算本身它的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宏观经济的管理。所以我们就谈到说，这个赤字这个债务，从18年一直不断听到的这个过兆债务，来到今年还是过兆这样的一种说法。所以就这3个角度，那我就给他定了一个调。那首先就从经济这个角度，所以其实你每一年不管谁任相，说老实的，马来西亚作为一个开放型经济体，57年以后，我们的经济其实很大程度都是外资给推动，更不用说，我知道你在另外一个节目就有说的，马来西亚是裙带国家，世界排名第3。在这样子的一种关系非常紧密情况底下，你不太可能会预计说它会就是对这个整个的经济或者商业活动有任何的这个阻挠。它因此在倾向上，它往往都是向右的，就是说就是尽量是让市场然后进行这个资源的这个分配啊，就是通过市场价格来调制。更何况我们这次谈了很多津贴改革，它其中一个目的就是要让说，不管是电费，不管是汽油，它其实都是要回到去让市场的这个供需由这个市场价格来调制。所以这是第一点。为什么说经济向右？对所谓谁应该要从经济的增长当中得益，往往有一个想法就是，反正把经济搞好，蛋糕做大，每个人都有份吃。但问题是，蛋糕做大，它有没有可能这个做大的蛋糕只给其中1-2个人吃掉？有可能的嘛。所以它分配，它从来不是说就从天掉下来，它的一个自然而然发生的事情，它往往更多是谁人能够有更多的资源，它因此在经济蛋糕扩大的时候，它就更有权利去分享，就造成我们所谓的经济不公咯。也包括说我们在谈了那么久，发展那么久，原来我们这个整体的劳力市场能够对经济的蛋糕的这个享有都不超过40%， 32%到33%左右这样的一个比例。每1块钱3毛钱去了大部分的劳力，那7毛钱就去了这个资本家老板们。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必须有政府的干预在里头。
我们在提财案之前一天，国会不是刚刚通过《公共财政及财政责任法》嘛？那它其实就有规定说，有2个很重要的数字，3跟60，赤字不能够超过3%，就是占 GDP 的比例。国债不能够超过60%，如果你一旦超过的话，7年内你必须把它拉回来。所以为什么我们才会在2030年的时候，昌明经济底下，2030年我们的这个财测必须要达到3%，就7年时间嘛，2023到2030。所以换句话说什么？你可以预期在接着下来的每一年检测，大概就是政府的这个目的。好，在准备这个预算的时候，所以为什么我们才要从偏赤字，然后慢慢往中移，然后达到这个财政比较平衡的一个状态，就是为什么财政预算相中。你觉得说这一次我们有这个所谓的这个资本利得税，那其实资本利得税呢，也让很多的中小型企业都觉得非常的焦虑，然后大家会认为说，可能在这个企业里面，比如说我有不同的公司，那我要进行一些资金的调配的时候，这个资本利得税可能就会成为一种的阻碍哦。所以在这个经济向右的过程当中，你觉得这个向右这次做的它的表现如何？会不会有一点点太着急，或者是会不会有一点大家所说的这个所谓的劫富济贫，它在这个平衡里面，博士你觉得他抓的怎么样？这个可能更多是分配向左的，就是说从就是所谓劫富济贫。我其实有几个观点在焦灼着。好，就是怎么说呢？那首先我们先不是说谈到这个资本利得税，其实到最后会不会真的执行，我还真的是要打一个问号的。因为我们在今年在2、3月提升我们的2023年的这个由新任政府来提升这个财案的时候，不是说有奢侈税嘛？其实说了整年，它其实都没有任何的这个动作，所以明年再提。会不会也仅是一个就是只闻楼梯响？你知道嘛，富人嘛，商家啊，有些有钱人，他是一个非常强大的这个说服团体，到最后会不会就是不了了之？我们也不晓得，就纯粹就是提一提。他其实资本利得税，如果他真的是要劫富济贫的话，真正如果有超大影响的话，他就应该会要在股市上市公司这一环，然后也有资本利得税，包括说你在卖股票的时候，如果你有赚到钱的话，抽税。你在收到这个 dividend 的时候抽税，我们应该做这件事情的，因为全球最大的资本市场美国就做着这个事情。那马来西亚有什么理由不做呢？我们不做的理由只有因为说我们要推动我们的这个资本市场向右吗？向右啊，对啊，对不对？所以换句话说，你在这个时候你有资本利得税，但是只是针对非上市公司本身，它其实就已经不太向左了。它其实有一个 escape clause 的，就是你察觉说，如果你的股票的买卖，就是你的股权，非上市公司股权的买卖，目的是要比如说为了上市，为了做 M&A， 包括像你提的了，就是说你的公司之间的资源要整合，你就可以提出申请得到豁免。所以它其实到最后豁免的空间其实是很大的。是执行还是非常的重要，就是我们要来看说后面的执行它会造成的影响是什么，包括了现在有人有疑虑说会不会可能就是外资就不进来了，或者是之前安华所说的这个所谓的家族办公室会不会跟这个的想法有一点点就是冲突或者是相左。我们最不需要担心就是外资啦，外资那么强而有力的进来的时候，能够直接去到 PM Office 的，你还担心说我们政策会对他不利吗？哪怕现有的政策，包括Tesla 就是个最好的例子，不是吗？ 就哪怕你能够直接绕过它原有的必须跟国内企业就做 JV 的这样的这个限制也完全没有。所以我觉得说对我来讲不管是 family business 也好，那不管是我们所谓的中小企业会不会影响他们做这种股权交换做这种投资的这个买卖，好，其实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过忧了。了解。那么在预算向中的部分呢，其实现在特别是今年呢，我觉得大家都不敢去问一个问题，因为你写了这样子的文章嘛。过去几年不只是本节目，还有其他的节目都会问来宾说，你觉得今年有什么惊喜吗？对，今年黄博士给我们一个新的观念，不应该有太多的惊喜。为什么？其实每一项政策它其实的目的就是要给你勾勒出一个景象，或者是按照本来我们已经通过5年发展大蓝图勾勒的这个景象，让你知道我们要朝这个方向，而制定的每一年在资源运用上的就是我们的财案，就是让你更清晰嘛。那所谓的惊喜意思就是说什么？你突然间来一个180度、360度扭转的，跟你原来的这个整个的方案
发展大蓝图不相符合的，那个才叫惊喜，对吧？所以就这一点来说，你问我说今年财案有惊喜吗？其实没有的。但是唯一有一个惊喜的，当然也不是说惊喜，就是说可能很多人他没有预料到的是什么，就是这个服务税增多一个2%。我为什么说它不好？你看任何有一个执行 GST 国家的，它包括不是说日本、新加坡早前他们因为这个财案赤字的这个问题，他说他要提高这个 GST 好这个消费税率，他会其实早在2-3年前先告诉你说，3年后我们要调高多少%到多少%哦，所以你要有这个过渡期来准备。所以这个就是说，你的这个政策的这个所有的执行都要给这个整个社会先有一个预期，然后意思是说让他们做好一个准备。所以为什么我才说财案不应该有惊喜？因为惊喜往往意思就是说，他跟本来商家们已经做好的决定，突然间你打乱了他们的这个步伐，这个就是我觉得不好的地方。了解。那么其实这个财政部的官员呢，他们有来上我们 Morning Run 的节目啊。那他们在 BFM 的时候呢，他们是表示说，其实安华首相他是对于未来有一个心中的一个想法以及大蓝图的。比如说，只是实行了 SST， 没有马上一步到位到 GST， 其实就是在准备大家，就是 on the way 的意思。博士，你会认同这样子的看法？是我们现在在 on the way。还有，我想问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有感受到其实安华那个大蓝图，或者是他的那个远大的计划是什么吗？好，但首先官员他不可能来上节目说他老板没有远大的这个目光啊，回去就是中招啊，你知道吗？那个整个现任政府的这个目标在哪里？就在他的这个昌明经济框架。我觉得我们这一次的经济未来的方向已经没有再像当年说2020年。那个是人人都会记得，你只要是在那个年纪成长的人，你人人都会记得那个年份跟期待那个年份。但我们现在好像似乎也不太说这个，只说 Top 30，什么时候呢？不晓得。而且这个似乎也没有成为一个口号，所以我们确实在现在的这个整个的方向没有像当年那么样子清晰简单的，所以它听起来其实不太炫，但是反而我会觉得说，你这些东西都做到的话，你反而对于这个实体的经济跟人民的生活反而有更大的改善。 Instead of 你喊一个说2020年高收入国的口号，因为你可以纯粹达到高收入国，但高收入国底下的所有一切都做得不好。所以我反而可能会更喜欢就是在现有的这个不管是长明经济也好，新工业大蓝图也好，或者是这个能源转型的这个大蓝图底下的这些细点，我可能会更喜欢一点。了解。我们来谈一下 SST 好了，就是从6%增到8%。那么塞沙迪他就认为说，其实这个会对物价造成一定的压力。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没有什么好争辩的，因为在运输业上面，如果你真的是中了这个 SST 的话，那一定就是百物会上涨。那其实博士，你觉得这次政府在平衡这个收入还有民生的这个问题上面，你觉得这个表现如何？当我们所谓说你会导致通膨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现有的 SST 的这个制度，你是不允许企业扣税的。就是说我们所谓的进项税在消费税的底下，就是说哪怕是我提高了2%，但是因为说我缴付了这个额外2%过后，我能够就是只要它是一个 input， 就是我就能够回扣。所以换句话说，它就不会直接转嫁在消费者身上。但是现在是它每一层都没有办法回扣，所以每一层我在最上层，我因为可能要雇用这个顾问或者什么，就另外服务多2%。然后我的产品产出了，虽然运输不用，但是到下一层的时候，我又另外配不同的这个服务，另外又多2%，所以前后就一个4%，诸如此类的。所以这个情况底下，它反而会对这个通膨造成的压力其实还蛮大的。好，接下来我们来谈一下这个重新划分 T20、N40 跟 B40 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是蛮有趣的啊。我们如果单纯是用这个收入来划分的话，似乎也真的是有一点不太公平，因为像有一些人他可能他的收入家庭收入在9000多令吉，但是这个群体他们可能是最大的苦主啊，因为他可能有5个孩子的话，那他的生活开销非常的庞大，那如果补贴全砍的话，生活非常的吃力。所以如果我们不是用所谓的家庭收入来界定的话，博士你会建议说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界定不同的族群？当年在有 B40、M40、T20的时候，是因为我们没有更好的机制来区分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子。在当2011年那时候的纳吉他在推这个津贴改革的时候，所以是当时是国行建议他，就是你把这个津贴拿走的时候，你必须要有这个 cash transfer
这个现金转移来帮助那些在财务上受到创伤的那些群体，所以才会有现在我们看到这个 cash transfer。但你要怎么只给津贴呢？所以最好的当时的这个分配法最简单就是 T20B40M40。但是来到今天，当拉菲兹一直强调说我们有这个大数据的时候，我觉得就没有再必要再沿用这个 T20M40B40这样的一个方法。我自己可能我一直觉得一个更好的一个做法是什么？我们看一看，像美国，它在给这个 earn income tax credit， 它是怎么样呢？它也是说给予你的这个薪金，如果在它这个缴税的门槛底下，就是不足的那些税收，那些收入，那些家庭，你不仅不需要缴税，它还会给你就是 subsidies。然后那个比例要怎么安呢？它的比例就好像你缴税的比例一样。如果你的这个 income 超过这个4000块以上，4000到6000，你就开始必须缴一个，比如说18%的税务，2000块的一个 tax break， 一个 income range 嘛。换句话说，4000到2000，它同样也应该要有一个那个所谓的 negative 10% 的一个 negative income tax。什么意思呢？就不是你缴给政府，是政府会给你一个18%，你的收入的一个18%的一个津贴。然后收入更低的那一些，就是说可能就4000块4000到2000到1000，就是1500的那种更低的，它可能比例要更高一点。就好像你的收入如果远离那个缴税门槛更高的话，那你要缴的更多，同样道理。所以这个时候你就真的是不是说什么 T20B40， 那是你依你的收入，首先依你的收入来进行决定，说到底你应该能够获得多少政府的这个辅助。同时后你还可以当然是扩大这个事情嘛，就包括说有多少孩子，包括说你要不要 adjusted for 这个 cost of living， 那就要看城市跟乡村之间的这个不同。所以这些其实也不难的，只要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 tax identity。就是这个 TIN， 那你基本上就能够根据你现在所呈报的这个资料，就能够决定说你的家庭状况跟你的这个收入状况。其实博士接下来这个问题呢，真的是要来挑战你的啊！当然，这个挑战是来自 BFM，因为之前跟您做过一次的访问嘛，然后就有提到关于这个国债的问题啊。是。那么当然，这一次的这个财政预算案当中，我们也看到有一个很重要的主轴，就是要减低这个大马的国债，还有这些降低我们的赤字啊。那其实之前说到降低国债的时候，其实博士你有讲到说，关于我们的国债还是在一个合理的区间。那如果我们看到我们的国债的比例是在国内的生产总值的60%几啊，我们很多 BFM 的同事就认为说，我们大部分的债务是为了要支付公务员的薪资等等的行政费用，而不是用在发展当中，所以我们不应该再去借更多的钱。所以不知道博士你对于这样子的一个观念或想法，你有怎么样子的回应？这个想法不对，两个想法都不对，就是国债很重要，这个想法不对。然后说我们的这个举债都是为了要付公务员的薪金，这个想法也不对。好，所以我就两边都得罪。OK， 好。为什么说用举债来付这个公务薪金的这个想法不对？因为我们其实有法令规定说，所有的行政开销就是 operating expenditure 必须通过税收来支付。所以你看，我们从独立以后一直到现在，虽然每一年都赤字，但是每一年的 operating expenditure 一定是少过税收的。然后只有发展开销是可以通过举债，然后来进行融资。那这个会不会有一点是，本来我们可以不需要支付这么庞大的这个公务员的体系，应该把这个拿去发展经济，但是因为我们都拿来付公务员的这个薪水了，所以我们不得已必须要去借钱来发展，它大概是这个逻辑。那这个是两回事情啊，那是两回事情。说你当然可以争辩说，如果我们这公务员的这个体系能够那么庞大臃肿的体系缩小一点，那我们减少这个行政开销，那么我们有更多的额外的这个税收能够支付。这个发展和我举债来付这个薪金两码子事情嘛，所以我觉得这个概念不能够混淆。我赞同这个做法，但我不觉得说因此这个就是对的。好，这个是我的这个看法。然后我们在谈这个国债的时候，为什么我觉得说这个是一个我们 too obsessed with 国债这个说辞？2018年过造了吗？过造，然后这个国家要倒债了，倒了5年，我们还是好好的。然后我一直从来都没有从任何的国际投资者，从这个金融市场，从债务市场看到丝毫的涟漪，就是因为我们有过造的这个债务，外国投资者会担心我们还不了债，然后会想要逃离，没有丝毫的涟漪。
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政治说辞，为了政治目的，它其实反而说多了。到哪一天狼来了，这个还真的会伤害到我们的这个市场。但是到现在为止，我觉得说我们的这整个的这个国债的这个状况，完全在我们能够应付的这个条件底下。还说多一点，我觉得我们大家都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点：如果你发的国债是卖给外国人，那个就是一个纯粹的债务，对吧？因为到最后你必须还利息还给外国人，然后外国人拿了钱就拍拍屁股就走了。但是我们有97%的这个国债都是马来西亚人持有的，通过机构了，当然不是个人持有。换句话说，政府的债务其实就是我们的资产，通过 KWSP， 通过这个阿玛纳萨哈姆这个它都好，就是我们的这个资产。所以政府付的利息，其实到最后就回到去投资人，就是马来西亚人的这个身上。公积金派给5%的这个 dividend 就包含了这个回酬。所以他就不能够说啊，就是说，因为我们常爱用的嘛，国债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再留子孙，但是为什么不想另外一面呢？就是啊，政府举债举多了，这个就是让国民有更多的这个资产，然后 dividend 能够留子孙，你明白这个概念吗？了解。所以我觉得说，因此在这一点来说，我觉得我们 too obsessive 是，但是博士，如果是按照你这个思路的话，他现在是已经告诉大家说我们要降低债务，如果他真的这么去做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所以我其实也不太喜欢这个财政责任法，因为他这个财政责任法到最后的功能非常低的。它什么功能呢？每半年要公布一次 report， 我们钱花了多少。我说这个东西你不用责任法你也可以做嘛。然后它旗下才有一些硬性规定，包括那个38%、60%。你知道我们仿效的对象就是欧盟，但是欧盟现在本身也 suspend 着它的这个责任法。为什么呢？因为当你在面对经济出现状况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就必须赤字超过3%，你的这个国债一定超过60%。那个时候你要怎么样呢？是不是说你又要 suspend？ 这个是我们国会给的理由，就是说它是一个伸缩性的，到时候我们可以 suspend。换句话说，它又不是一个硬性的规定，任何时候会依你的诠释，觉得说啊，我们现在经济出问题了，我们要 suspend 它。那它的这个约束力又不存在，实际效用又没有，所以我才觉得说，这个责任法，你知道吗？有又没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因为如果你真的是认真执行的话，我们真的现在就不只是说还有一个史上最大的预算案，我们真的可能要开始减少这个开支了。如果是这样的情况底下，它其实就会开始对经济产生负面的影响的。那最后的最后呢，博士，对于这次的财案呢，我们还是要请你来打分哦。要打分呢，这是好老土哦。就是我觉得虽然老土，但是让大家知道夏博士心里面对于这个财案的这个评量啦。你不打分也可以，但是可能最后做一个总结，你对他有一个怎样子的整体评价？你觉得还 OK 吗？那我觉得说，如果他纯粹从这个财案符不符合这个整个的，像我刚才一直在强调的整个的经济发展的路线，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我觉得它其实合格的，那大概也能够拿70多分以上。你要说 A 还不是，要说 A 减可能吧， A 减跟 B 加之间吧。 OK， 好，博士还是很老土的掉入了我的这个老土的圈套里面，最后还是打了分。我自己个人是觉得说，我希望未来我们不要再用这么多媒体资源来报道财案了，因为其实我觉得一个国家，一个真正进步的国家是不需要人民就是每一年都盯着政府的财案，然后就生怕说这个财案出了一些什么样子的问题，我们明年就完蛋了这样子。真的，所以换句话说，我来到今年，其实我2018年开始做财案的这种评论，我来到今年，其实我还真的好闷呢。为什么我们要特别 obsessed with 这个财案，然后每一年都在说，都是说这谁得多少，谁你他妈就包括回答你这个老土的问题。是，我们真的是地表里面的几个少数的有每一年都是这么 obsessed， 然后大幅报道财案的。是希望我们国家可以赶快进步到我们不需要这么担心啊。好，今天非常谢谢博士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分享这么多，谢谢你，谢谢。这个时候在 YouTube 收看的朋友呢，也希望你可以按赞分享，并且按下小铃铛。我们下次见，拜拜。